我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是1999年，1999年我是在伦敦念书，然后认识我先生，所以我们是2003年结婚。然后2003年结婚呢，因为当时的台湾文化就是说，你要么就是亲日，要么就是亲欧美。然后我是那种，因为我块头比较大，所以我就会比较喜欢欧美文化。所以在做彩妆造型师的那个时段，就是我年轻的那个时段，我是比较喜欢欧美文化。所以一些文化上面啊，就是完全没有接触到日本文化。所以2003年结婚的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来日本。然后呢，我们来日本之后，就是因为日本的观光签证是3个月。所以3个月，如果你没有拿到落地签证，没有拿到结婚签证的话，你就必须要回国一次。所以那个时候，我现在就赶快办理手续。那时候因为国际结婚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其实移民局什么也不太清楚国际结婚的流程什么。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日文叫ギリギリ啊，就是说在最后的前一天拿到了我的结婚签证，所以我就顺利的在日本没有返回台湾，顺利在日本留下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先生因为是辅导出身，那虽然我们在伦敦认识，可是他自己是单身去伦敦念书。然后我们回来结婚之后，我先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母亲，然后年纪那时候他是60岁，算是退休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留在福岛。那福岛呢，可能其实我以前也没什么概念，福岛就是东北一个小城市，然后可能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仙台啊、郡山可能比较印象。然后东北一个小城市，然后它很冷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于一个台湾的女生而言，尤其我是在台北长大，那我到了那个地方，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乡下，所以那个地方是我真正人生第一次，在我29岁结婚的这一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乡下，所谓的乡下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就是很单纯啊，结婚，然后很开心，然后恋爱，然后我先生对我很好，然后我就想说，好，那结婚就是结婚，然后就很天真，就想说，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来日本生活。所以那时候第一个我的语言也不行，我从来没有学过日文，然后我跟我先生沟通都是英文。然后福岛这个地方是这样，它是你不会开车，像美国一样，你不会开车，你就等于没有脚，它也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有，但是在市区很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在那种大学的状况下，然后日语不会的状况下，然后我要用我的驾照去申请，用我的国际驾照去换成日本本地的驾照，所以真的是经历一段蛮辛苦的一个过程，在那个时候，所以我就在福岛总共期间我是停留了8个月。那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在福岛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生活跟台北的生活差距太大了。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从小是城市长大的孩子，所以我就很想要我自己，就是觉得生活上很不适应，所以到了后来，自己慢慢就是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我不能去适应那个乡下的没有冲水性的冲水马桶，然后洗衣服的时候是2槽式，停了一次之后，你要用手再拿出来，然后再换过来，然后再按开关。对，甩的那种。可是对从小我就是那种完全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人而言，后来真的就差一点，应该就是算忧郁症吧，就晚上也不敢去上厕所做什么。后来我现在就晚上的时候还带我到市区去上厕所，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这样。所以后来我先生就觉得没有办法了，然后他自己也觉得说自己在伦敦的所学没有拿出来使用，所以后来我们就这样决定，在2004年的年底，我们就决定上来东京。那上海东西我先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在这个公司，所以应该是有20年，因为我们结婚20年。所以后来来东京之后呢，当然我们也面对很多问题，主要就是我语言的问题。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根本没有想要学日文，因为我就是觉得日文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学，可是我就是不想学，我就觉得反正我也用不到，然后我就在家，然后我先也供给我的日常生活所需，所以我也没有那个意念。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还蛮活泼的，所以我会到外面去找一些教室啊，什么去认识人，然后找一些国际交流文化团体。所以也蛮建议刚来日本的人，在你还没有任何的交友朋友圈的状况下，其实可以去接触一些日本当地他都有举办一些很多的国际交流团体，那在区公所都会有这些资讯，所以其实他们都有协助外国人的窗口，所以去找这些，然后他就会 provide 你很多的一些资讯。
那我就这样慢慢去参加了当地的那种，他们是说不用钱啦，就意思就是说可能一次上课个500块、1000块这样的那种日语课程。然后我就进去参加这些日语课程，然后我就慢慢会讲一些日语。那我觉得后来我会讲一些日语之后，大概是结婚的第3年吧。后来我自己就有一点 motivation 啊，就是动机，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去念个语言学校好了。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花钱来日本的第3年，我第一次想说，那不然我认真的来学日语。所以后来我就到语言学校去，我就认识了一些中国同学，后来开始就有一些交流。然后我就会讲一些比较，因为我是英文系毕业的，所以我对语言没有排斥感。然后我在文法上面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天赋，所以我就可以 catch up 比较快。所以我在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就差不多考到 N2，就是说，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难。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这样的话，但是你虽然考到 N2，但是你的口语不行。所以我只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就是挨沙子啊、打招呼那种语言。后来我呢，那天生的那个性格就是有一点天不怕地不怕，所以我就跑去应征工作了。那个时候其实外国人在东京这个社会圈是蛮少的，2005年那时候，那我就去应征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社长，因为我们应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一个，像国内是一个一个人应征，他不是，他就坐一排人。然后因为他是坐一排人，然后社长就直接他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先回答，然后你这样，然后最后他就 pick up one， 然后后来呢他就问我，他说你台湾来的，我也是这个有认识台湾的朋友。然后社长就说，那你应征，他就这样看一看我的履历，就说，那你应征那个 accessory designer assistant 啊，那你这个如果这个工作没有，我叫你去擦窗户，你擦吗？那我领略听得懂，まだ吹いてもいいですか？对，然后我就愣了一下，但我当时我想那个工作啊，因为那个公司它在那个表参道，其实就是说一个蛮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它是那个 import export 进出口那个饰品的公司，然后非常大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很想进去。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愿意啊，那你要用我嘛，这样子。然后那社长也被我的回答好像有点吓一跳，这样他说这人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如果愿意擦窗户，我用你。他还这样回我，后来我就说好。然后后来呢，我就以1个小时时薪900开始，然后我从早上9点上班到下午6点钟，然后跟正式的人一样打卡。然后这边我讲到，就是日本呢，它有所谓的拜斗跟阿鲁拜斗。拜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这样，就是说9点，他会跟你签一个 depend on 公司啦，就是说他会跟你签一个契约，或他不会签契约。那如果有签契约，你可以叫做契约社员。那如果没有契约的话，就通常像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就是叫做拜斗。那拜斗跟阿鲁拜斗有什么不一样？阿鲁拜斗就是说你可以选一周，比如说2、3天，然后你可能打工个几个小时，随便你，但至少是4个小时。然后呢，我就第一次我找到这份工作是属于拜斗的性质，所以我每天都要去上班。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就是说我没有保险，公司不会给付我年金，所以你去上班，就算你从早上9点上到下午6点，可是你是算时薪，就1个小时多少钱这样。那你当然你也没有底薪，所以我第一次上班，然后我觉得这是蛮好一个经验分享，就是说其实给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说，我不要阿鲁拜斗，我要当一个正社员。可是其实在日本当正社员是一个非常非常压力的事情，就是 even 像我这种只是拜斗还不是正社员，我9点上班，但我每天5点就起来，然后我花2个时间 set 我的头发，然后化我的妆，然后弄我的指甲，然后呢我把自己打扮好之后大概是7点，然后我要挤电车出去大概是8点，可是我是全公司最晚到的那一个，因为社长6点就到，所以9点准时开会，全部人都在椅子上，没有任何一瓶水、咖啡、早餐，就是你就是坐下来就马上就社长在前面就马上就好像小时候开会开那个什么朝会 stand up， 然后站起来，然后大家就敬礼，然后就站着开会大概半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深深了解说，日本的职场文化它其实不是我们这些从亚洲其他国家来的人你可以轻易的去
习惯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做了1-2个月之后，他们就换工作。可是其实换工作这件事情在日本是非常严重的。怎么讲呢？在3·11大地震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中国国内来的，然后他是 Docomo， 算是那种Manager Chief 那种职位。3·11的时候，全国震得很厉害，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就是那个时候是我20年来在东京震的最严重的一次。然后那时候东京很大的一个损伤。然后那个时候呢，很多外国人都在那个时候，因为后来的这个 damage 太重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在那个时候纷纷就是因为核灾嘛，所以很多人就纷纷就离开日本要回国，类似像这样。3·11那场灾难，回国的外国人再回来日本，70%都找不到工作。我这位国内的朋友本来是 Docomo 日本电力公司，这个 Docomo 是手机很大的市场，他那时候算是一个非常高的业务经理的职位，回来之后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日本企业再继续采用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了解，因为那时候我应该算是比较幸运吧，因为其实我不知道要地震，可是我隔天拿了一张要回台湾的机票，就是说原本就已经预定好，所以隔天就是整个机场挤得水泄不通，然后因为大家都要抢着离开日本国土，就是好像很像那个末世这样，然后大家对世界末日，然后大家要逃难这样，所以整个那个时候，整个东京的那种交通几乎是瘫痪的状态。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你跟我一起走。”我说，因为那时候我女儿还很小，所以我就说我们全家一起回去台湾这样。后来因为我先生是日本人，他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先走。”他说：“这里是我的国家。”他就这样说，他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所以我不会离开。但是你跟孩子先走。”所以那时候我们隔天我们就是搭飞机，我们就回台湾了。后来就这样，我们就分开了半年。所以后来一直给我感觉就是说，日本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我虽然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但是经过很多次，比如说像这样的大灾难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人民对于他们国家的热爱，跟他们的那个民族性，还有他们的那个思考的那种方式，就是说 even 是在这样很大的灾难下，可是他没有人去抢水、抢食物、抢资源，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做复兴。所以3·11之后，日本在1个礼拜之内，东京所有的被破坏，就是说地震震裂的道路，所有在1个礼拜之内全部都抢修。然后水源的供给、物资的供给，政府都第一个时间派给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们让所有的孩子都开始接受逃难的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长就是说，在每一个逃难所，就是说你必须很清楚家附近有哪一些，如果说子拿米就是这个惊波发生的时候，在第一个时间你可以到哪一个高点去逃难。日本人他关心的是这个议题，而不是说我现在要怎样逃。所以后来逃走的人再回来，没有人是在日本生活的好的。就是说他后来在企业上，他在找工作方面各方面都，日本的企业一听到说啊你遇到事情你逃走了好，为什么啊？那通常就日本的企业就永不采用。所以我那个朋友他们后来也其实蛮惨的，因为家境就面临一个很紧迫的状态，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朋友的先生都还是在家就是做一些股票啊之类，就没有再找到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当然一个国家有好有坏啦，在我们讲它坏的同时，其实它也有很好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在亚洲国家当中，日本它会就是说在前几个世纪它会是在就是说它是一个龙头的一个地位。我觉得它在这个教育方面，它的确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其他亚洲民族学习的地方。然后我自己在来日本的第5年怀孕，那我觉得怀孕是女生人生的一个面临一个很大阶段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跟你先生两个都是比如说都是中国人或者都是外国人这样，那是 OK。可是像我的状态就是我先是一个日本人，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我跟我先生讲英文，然后跟孩子那时候孩子还小，虽然我一心训练他讲中文，但是始终没办法。然后加上那个时候我的日文不好，所以我也没有很去训练孩子，就是说特别要怎么讲呢？就是去讲中文。我是一个比较
人家叫 Kyoiku 妈妈，我是那种比较，因为我自己是学有一点算是教育的吧，就是说一点怎么讲呢？就是一直都是在教学上面努力的一个人，所以我在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给孩子压力，让他去成为他想成为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以那种无为而治，就是比较自然的方式，然后观察孩子的适性跟特点。那我的孩子是一个比较算是文静的孩子，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的母语不是日语，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这个15年前这个日本的资源什么其实也不是很多，像现在我们可以在网络上 search 或是干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也不用，就是说大费周章从台湾寄什么故事书啊什么，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没有念什么故事书什么这样的用日语念故事书，因为我曾经尝试用我的日语念故事书，但是日本的故事书是这样，小孩的故事书都是卡塔卡纳，所以它没有汉字，所以当你念上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边节点，然后不知道哪一个字是完整的单字。所以有一次我在跟我女儿念故事书的时候，她就突然跟我讲哈，妈妈莫意的修，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努力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念的我完全听不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说好，所以我就带他到外面的那种，就是说日本他们有很多区公所，然后他们有那种小孩可以玩的 space， 然后他们有那种日本老师他会提供，就是说每天是什么时段，然后有人专门在那里讲故事，那我就带孩子去那里，就是让他去尽量接触 native， 就是母语性的人教给他的日语，我觉得这个会比你在家里跟他讲那些不正式的日语要来得好一些，所以我在家还是贯彻始终是讲我自己的母语。那就这样，其实也历经蛮长一段时间的岁月，一直到我小孩4年级的时候，然后我们全家因为先生外派到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全家有到马来西亚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整个吧，就是说我们家的这个语言从日文的环境转变到全英语的环境。然后，所以后来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女儿就3方语言就是完全，我印象应该是她去马来西亚的前2年，她是念日语的国际学校，因为我先怕她一去国外，然后你突然转到中文环境或者是英文环境，她会不适应。所以刚开始的那2年，我们就安排她在就是日本人学校，然后后来的2年，我发现，她慢慢喜欢马来西亚了，然后她慢慢有一些华人朋友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他中1的时候，我们就把他转到当地的华人学校。那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民族，所以他在那边他就完成了，在他今年15岁回来日本的时候，他就3国语言都 OK。我觉得日本人为什么对房产这件事情看得很淡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的公司他常常需要转职，就是所谓的 denshoku。那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公司他不会事先告诉你，比如说半年前告诉你，或1年前告诉你，所以你们家下次要被外派到哪里，不是这样。我们前3个礼拜受命，甚至有的公司1个月前受命，下1个月就要走。所以，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房产在这里，你买一个房产在这里啊，然后嘞啊，那是这样。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就是说日本的这个租房跟买房，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国人不知道的一些诀窍的地方。然后外国人都以为来日本投资房产特别好，或者是收益率什么6%、7%。其实台湾的朋友如果要来投资，我都跟他说，你手上没有。你如果不是那种真的非常有钱，你只是要来投资1间的话，那我劝你就别了，你就在国内好好的看看好一点的物件。第一个语言不通，第二个日本的 charge， 像我们这4年外派，我们在3·1之前在东京置产，结果我们的房子租出去到现在我们回来还拿不回来，为什么？因为是这样，在日本呢，房东是不能赶房客，所以今天你的房客没有说对不起我不租了，那对不起。你要一直租无限期的租给他，不可以。是，所以我们的房子呢，从那时候虽然我们买的是中古屋的renovation， 就是说我们是重新装潢的，可是我们搬进去的时候至少全部都是新的。然后我们只住了几个月，我们就被外派了。然后我们的房子到现在我们回来日本，那个房子还是收不回来，因为这个房客没有讲说他要退租。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也不能涨房租。
那一天我就很生气，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这4年这东京这个房产涨得这么高哦，我说，我们是不是也涨个房租还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租这个练马区，这个算破破烂烂吧，虽然在 AK 旁边5分钟，但这装潢这样都要，这是15、16万，对不对？我说我们家那个装潢，这至少是新的什么，然后厕所自动打开，我说这怎么还租给他14万？我说能不能提高一点？后来我还为这事跟我先生生了场气。后来我先生说你安静一点，我跟你讲一下，他说你这个第一个你要升这个房租，不是像你在台湾你要因为我在台湾也是房东嘛，我如果今年我不高兴，我要涨个几千块我就涨，可是在日本不是，你要透过公证的，就是说房东提出来我要涨房租，你要把理由写出来，然后你把理由拿给你的房客看，如果你的房客直接同意那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房客不同意，你要涨房租，你要去公证，请政府裁定你能不能涨房租。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是合约期间，他也没有说他不租，所以你没有权利涨他的房租，除非比如说他也同意你，就是说对，我现在地价是涨起来，然后你们真的负担也很重，都已经付不起这个房贷还是什么，好吧，那我们就互相妥协一下，那我就这个涨一点点房租。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OK， 但如果不是，你是没有权利涨房租。所以这也是我这次从马来西亚回来学到的一点。所以 anyway， 那因为是小孩的教育，所以我们就暂时从江东区，也就是日本的西边 Narita 的那一边，我们就搬到了东边这边来。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虽然有房但回不去，所以我们现在是租屋的状况下。那当然就是说方便孩子就学啦，因为日本其实地方人就是说很广阔嘛，所以如果孩子从西边来到东边上课，所以他早上可能5点就要起来，然后2个钟头通车这样。他们学校很多学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舍不得，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搬到他们学校附近，让孩子上课方便一点。所以我们这3年在孩子毕业之前，我们可能就会暂居这个池袋的这个附近这样子。这4年其实我没有回来过日本，所以当初去年5月我刚落地的时候，我就很 surprise， 因为我觉得哇，现在的那个华人不但很多，而且这个日语普遍讲得好啊，所以我就有一点蛮惊讶的，因为以前能够这个讲出来日语到一个可以 communication 的程度的华人是很少的，就是说 N1、N2 有人拿，以前的工作 N2 就可以去工作，可是这次回来找工作也是所有的求人的广告几乎都是要 N1， 然后你的英文好，可能给你时薪也是1050，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这个一生苦读，然后学了3国语言，然后我时薪1050，跟那个扫厕所跟那个洗碗的一样，所以我就想啊，那我这个教课我还要备课备到死，然后我还这个教不好学生还要被这家长骂，那我这是招谁惹谁？那我干脆去厨房洗碗算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日本人薪资没涨，然后再加上外国人的竞争多了，所以呢日本人多选择了，所以他也不想管你。你如果不想你如果觉得说你会3国语言你了不起，那对不起，我也给你1050，你要不要？你不要就算，那你就去洗碗吧，我就这样。所以呢，所以后来我一直回来，就是也还没有想清楚，我到底是要去洗碗呢，还是去教课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这次回来真的整个大环境改变太多，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是线上这样，所以就变成说我本来回来也是有想要开教室，然后一些餐厅之类的想法，可是因为我在日本生活比较久，所以我想事情的角度面会比较广，然后加上我现在是日本人，所以很多事情他会把关，然后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啦。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又讲到就是说有关租金的问题，就是说日本不是像国内是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但是日本的话是这样，如果你租一个店面，可能你要预付1年的这个房租，然后你可能要额外给他个100万或200万 depend 你租到的是什么房，所以你可能还要给他这样的钱的状况下，就是说第一个你的资本要很雄厚，那第二就是说你开店你一定会承担风险，再加上语言不足，在人力的管理上面，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 backup， 那怎么样你可能都要请中国人，那如果是中国人的话，相对的话你的 marketing 就受局限，因为只有中国的客人，
那还有一点我不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文化的关系，其实大家都以为说，日本人可能也很喜欢中国食物啊什么，可是我们细数一些什么麻婆豆腐，台湾也没这道菜，虽然有，但是炒的也跟日本人不一样。什么炸鸡排是台湾人是有，可是大家知道吗？日本人其实有骨有头有脚有手有脸的那种，他们都不要吃，他们只要吃中间那个肉。所以在日本的超市是鱼头都没有鱼头跟鱼尾的，就是只有中间那个肉。所以其实有一些文化的 menu 上的一些配置还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深入了解日本文化，你只是想要用中国的东西或台湾的东西，然后你就直接套入来卖给日本人的话，日本人可能来吃一次，可是他绝对不会常常来吃。所以我觉得在没有对日本文化有深入了解之下，你要贸然开店，其实我觉得那么就是钱很多嘛，反正我有钱，我潇洒你就撒出来咯。那要不然其实周围很多朋友就是赔钱关店，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然后还有当然最重要就是管理阶层。你今天说没关系我不会讲日文，那我雇一个日本人来帮我管这个 marketing 可以啊。那第一个你日文要够好，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观念要跟日本人一样，要不然就是日本人觉得说我就是要先把人员排出来，哪一个时段有哪一个几个人这样子，那他也不管你花多少钱啊。可是中国人想法是说，我这个时段我都没人，我都赚不到钱了，我只想有一个阿鲁拜都不行吗？所以理念上也会有很多的差距。那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如果是做贸易，日本人的台湾话叫做眉眉嘎嘎，就是说眉眉角角，他那个 corner 很多。今天不是你把钱拿来给日本人，日本人就愿意收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去理解给外国人理解。日本人真的不是这样，就是说今天一本你有钱给他，我昨天去谈一个台湾的金站百货的一个品牌的cooperation 啊，台湾的姿态就很高，我是百货公司，然后我就是这个你这代理多少钱，然后怎样？结果他一跟我讲的时候，我连谈都不敢谈，为什么？人家根本不要跟你谈，人家日本社长根本就是你的 order 是多少，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今天要拿多少的 percentage 的 discount， 你先告诉我你的 order。可是台湾人不是这样，先自我吹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然后日本人就已经很不耐烦了，然后台湾人还继续吹嘘，然后吹到那个日本社长，我看他都已经很想拍桌子走人，但是他碍于礼貌，他又只好一直听。那最后他就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你的 order 到底是多少？然后我就同线跟台湾的 meeting， 我说那你的 order 到底是多少？他说我们还没决定 order。我说你还没有决定 order， 然后你一直问我他的 discount 是多少？我说有这样谈事情的吗？再加上日本人他绝对就是看，不要想说有啊，我们有公司啊，然后给他一个网址什么的，然后就说现在的社会谁要做一个网址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日本人他们透过他们业界的 connection， 他们所有的资料都会详细去检查，所以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拿到日本的产品，除非你今天真的是以诚信在做交易，不然不要跟日本人交易，真的太丢脸了。这是我常年来帮人家谈商展的一个经验哦。真的诚信做事情，在日本人面前不要用我们华人一贯的那种夸大手法。我就是拥有这什么，真凭实据，把业绩，把你的展店在国内的是怎么样一个营运状况，老老实实的呈现出来。那我相信日本人会绝对很有诚意合作。我女儿今年15岁，在我教育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要教她如何去融入日本这个社会。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台湾的一贯的社会里面，我们都有所谓的成绩竞争，我们比较少去讲说，你今天要做一个去真正思考你的人生，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在日本的社会教育里面，我记得我女儿念幼稚园的那个时候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日本妈妈跟我说，她说为什么你让你女儿又学英文又学芭蕾又这个又什么，还给我女儿上什么唱歌，然后又什么一天到晚又去学了一个什么写书法，然后搞得她说你女儿怎样那么忙都没有时间跟人家在那个庭园那边玩一下的。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说那你们的小孩都不学吗？
我们小孩，他说你不知道吗？日本的那个小学教育就是都不用学，就是你一直玩到差不多小4。我说那小4以后呢？然后小4以后就不得了了。如果今天你是要进中高一贯的学校，在日本是这样。如果呢你要进好一点的中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进好一点的高中。这样的话，小孩通常从小4开始就要开始补习。那补习的金额是什么呢？可能从1个月嘛3万到10万左右的 range 吧。你就要开始送小孩在小4，甚至有人小3。我同学有人我女儿有人小3的时候，她的同学就去补习了，就开始为了小6那一年的毕业考试要进好一点的中学。那通常如果是女生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因为女生的很好的女子中学跟真的程度不怎么样的一般其实是有差。可是这是中国人的迷思，就是觉得说，我进私立的学校，我就是一个不错的。就是说我的这个你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学历，没有错。可是日本社会文化里面还有一点家庭背景，这一点是比较少。你不能用就是说中国人的思维、台湾人的思维去想说，我今天有钱，我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 ，OK， 一切 over。不是，在日本真的所谓很好的私立学校里面，家长的背景是互相比较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比如说你送到很好的学校，学校里面都是律师、医生的小孩，他那个 group 里面，日本的连结是很强的。你一进去，大家就会开始交换，就会做一个 group 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会大家互相交换资讯。所以如果你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是说父母哦，你自己的社会地位没有跟你要上的这间学校是同等的，以我做老师的经验，你别让小孩去受这种苦。因为在学校里全是比较，到时候小孩他能不能承受这样现实面的考量，或者是小孩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扭曲的状态，其实我们不知道。那日本的所谓的高档社会，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流社会，在日本来说，它不是只有钱。日本所谓的上流社会是有关于品，而不是钱。这是我在日本这么多年我深深体验到的。我记得我在沙巴的时候。因为沙巴这个圈子很小，所以我们认识很多去那边退休的日本人，好多人都好有钱，好有钱到你很难想象，就是那种私人飞机，然后是那种海运的什么的女儿还是什么，然后远嫁国外的，每一个人都是低调到根本就很像菜市场的阿婆。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这样的出身，可是每一个人讲话的谈吐跟他们的举止，都让你觉得那个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说，台湾人或者是一般有钱人，大家都觉得我拿名牌包，然后我开名牌车。可是这样的观念在日本其实是没有的。他越是有钱的人，他越重视的，就是很像贾伯斯讲的那种，就是说。他一生他都在为工作辛苦，为人类的价值贡献。他没有时间去思考他要穿什么衣服或开什么名车，他就是每天就是一个简单的 T 恤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很高兴，然后他所有的精力都是奉献在工作。所以在日本有很多企业的老板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就是说我们人立命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你把他送到一个名校。你要他去学习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身为父母的我们啊，在希望孩子成为将来怎么样好的一个人的一个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孩子要的是什么吗？孩子今天可能不想成为律师，不想成为医生，他只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用他自己的所学，是音乐也好，是美术也好，或者是他现在会的一些电脑技能都好。他只想去做这些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现有观念，在我们这一辈人的现有观念去灌输在孩子身上，因为我觉得那个在这个世代是不适用的。然后我觉得在日本教育里面，孩子比如说他上了中学，你让他就是说好好的靠他的能力去考一个跟他的能力等值的中学跟高中，他会在那里生活得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跟他的背景一样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比如说像我的女儿，她这次因为我女儿是归国生，所以她这次回来，她其实能够选择的学校很有限。
但是这些学校只要是日本的归国子女，其实程度通常都不会差。原因是什么？今天你能被外派的工作人员，通常基本上你的父母至少都是双语，就是说至少英文都是会的，不然怎么到海外去？所以基本上父母的背景可能就是一些国贸相关或者是专业知识相关的。所以我们这些父母的背景差不多都是这样。像我现在孩子进去这间学校，是这个学艺大学国际附属高中部，在日本也是相当有名，就是专收归国子女的学生，当然也有日本的学生，但是非常非常难考进去。那他所谓的要求就是说，你既然是国际学生，第一个你的英语一定要很好嘛。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之前是东京中华学校的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讲说啊，你女儿考那间很难考，她英检都是要1级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哦，那我女儿好像只有2级，那会不会很难这样子？然后我心里就这样想。结果后来我女儿去，然后她考了2次，第2次才考上。然后考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就是见到彼此这次招进来的这个编入生的10位家长。我女儿是其中资历最浅的，所有外派的父母几乎都是10年以上，那有的就是土生土长在国外长大的，所以你不要说英检1级了，人家搞不好已经0级了，已经就是讲出来比家长还厉害了。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说，就是这样，这怎么样？一些表面的表象去看事情，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学校后来招收的学生的父母的背景，第一个几乎都是相同，就是说不是父亲是日本人，就是母亲是日本人。然后呢，至少都是在海外有海外待过的经验。然后你不只是要会英文，你还要你还要有1门是特修语言。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团体的适应性要很强。就是说我今天学校随便叫你起来，你都有办法自己独当一面。可是，在团体里面，你有办法把自己的自尊放下来，然后跟团体融合在一起。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学生。所以大家10个人的背景都很像的状况下，小孩子进去这个学校，他就会非常如鱼得水。所以我女儿每天都是很开心去上学，然后回来也是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说，后来就让我学习到一个课程，就是说，当我不用我的眼光去跟小孩说，你就是应该考这间考那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没考到这间你太差了。我不用这样的眼光去 judge 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天地就无限宽广。所以我现在孩子回来跟我分享的都是学校他学到什么事情，那我就看到生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局限在我们父母自以为的那个可能性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日本教育跟台湾这种传统式，然后只会考试，然后以自己为第一的这一个人文环境里面，我觉得让我真的就是说很感恩，让我的女儿有机会在日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然后有机会爸爸外派，然后她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国际观。那希望她将来就是可以成为一个真的对国际社会、对日本社会很有贡献的一个人。这样对，那这是我的分享。